诺顿察觉到了奈布刀刺般的打量，像是下定某样决心，他喉结滚动，迎着那森然目光往前一步，走向奈布，举起手机展示屏幕。你是雇佣兵奈吗？绿瞳与蓝眸撞上，诺顿开门见山问。听到这个称呼的瞬间，奈布只感觉脑子嗡的一声。凝固视线中，诺顿的手机页面是一个暂停播放的直播间，顶端雇佣兵奈暂时离开几个大字格外清晰。意识回笼之前，遇到危险的本能启动。奈布一纵身扑过去，迅速掰过诺顿肩膀，另一只手猛然拧紧对方手腕。勘探员猝不及防，被雇佣兵用一个锁肩姿势脸朝着墙砰地撞上去，手机啪嗒掉落在地。你什么意思？奈布牢牢掣肘着比他高出一个头的室友，抬腿踩住那只手机，冷硬质问。等等，我没恶意。萨贝达，拜托，我就一个手机，别踩坏了。诺顿动弹不得，声音闷闷地从墙面传出。随后他说出的话让奈布愣住，手上不由得力道一松。我也在同个网站直播。你刚才不是和人 PK 吗？那个就是我，愚人金。逼仄客厅朦胧暧昧的灯光下，两个双双掉落黄网马甲的室友面对面坐着，相顾良久无言。诺顿咳嗽一声，首先打破沉默。我偶然看到这个直播间，发现主播身上疤痕和你一样，声音也很像，所以试探了下。我回来时喊门，隔音这么差也能听得出直播间里有声音。再说你过来开门直播就断了，没什么好否认的吧？这家伙也会看那些黄波发泄吗？他也喜欢看双性。突如其来的想法让奈布一阵恶寒，这时还卡在他血口的跳弹竟然也跟着彰显存在感，贴着奈布的穴壁一个劲儿震动碾压，逼得他夹紧双腿不自觉一颤。尚未清楚诺顿目的，奈布咽下喘息，努力维持镇定，只冷冰冰问：是又怎么样？我一直缺钱，萨贝达你知道的，而且这点你跟我也一样吧？诺顿的视线似有若无扫过，让奈布身体阵阵紧绷，但他一副什么也没发现的样子，对奈布露出一个和往常阴沉截然不同的爽朗笑容，坦荡荡表示：所以我为了赚点外快，开始在这个网站直播，经营了一段时间后有点收入，但目前遇到了瓶颈。诺顿态度直白诚恳，看着奈布的绿眼睛毫不避讳，显然瓶颈确有其事。虽然奈布接触这份兼职没多久，他在直播中也大致了解，和面向大众的普通直播相同，黄网直播同样是个残酷的金字塔，只有塔顶寥寥几个主播才能赚到足以改变命运的金额。绝大部分主播就算极尽搔首弄姿，也只有勉强维持生计的微薄收入。类似于人金这样人气不错，能获得大量不固定打赏的，已经是处于上层。而像奈布这样凭借特殊的身体构造，刚开播就能赚到一些收入的也是极少数。但他仍不理解诺顿的意思。关我什么事？看看这个。诺顿说着打开电脑，点进网站排行榜第1的直播间，里面观众量和人气高到恐怖，密密麻麻刷屏的弹幕，肉眼几乎都看不过来。这个直播间是固定的男女双人直播，因为没有借鉴意义，奈布从没点进来过。可看清眼前画面，他瞬间惊诧地睁大了眼。屏幕中是依偎着贴在一起的一对男女，两人服装都很整洁，没想到在黄网里还能看到这么体面的场景。只见女方挑起男方的下巴，一手拉紧系在男方脖子上的锁链。她漂亮的脸庞拥有神话中美杜莎般的艳丽和诱惑，凝视身下人的眼神却极尽温柔，潋滟眼波宛如漩涡，简直能把人吸进去。而男方仰头回望，看向他时，他那张俊秀脸蛋、嘴角和眼眸都稍稍向上弯起，像是沉溺于清晨美梦中不愿意清醒，下意识幸福微笑的迷醉表情。埃米尔，艾达，艾达。女方俯身挺动细腰，激得身下人扬起脖梗尖叫，竟然是她进入男方。
双唇相接，朦胧重叠的布料细密晃动，小情侣接着吻甜甜蜜蜜做起爱，浓稠如蜂蜜的爱意中又扩散开浓烈到几乎快化为实质的炙热情欲，让所有看客包括奈布都下意识屏住呼吸。那画面情色里夹杂纯洁，侵占中展现亲昵。直播间弹幕在这一瞬间又是一次大爆炸，钱币打赏声稀里哗啦奏成组曲。新换99，爱他就要让他操，想当女王的狗真失礼，我们可是纯爱呢，纯爱就是坠掉的。这些吃饱了撑的就喜欢在黄网里面找纯爱。屏幕骤然关闭，诺顿恨恨总结，一脸羡慕到气血。奈布后知后觉意识到，他刚才正和自己这位室友一起看黄色直播，视线扫过诺顿的脸，萦绕不去的热意让他不自然夹紧双腿，本能磨蹭起腿间那颗不停震动的跳蛋。我直播只操玩具的话，粉丝有点腻了，人气收入都涨不上去。所以总结学习了榜前经验，就是不仅要做，还要有爱。诺顿仿佛对奈布的异样毫无察觉，他认真分析，表情严肃，加上那身勘探制服，不听说的什么还以为他在开展矿石勘测专业研判。以新换直播间的关注者成分举例，和大多数只是白嫖的看客不一样，他们粉丝通常粘着性更强，打钱也更多，俗称 CP 粉。现在很多粉丝就爱看这种有固定双人互动，比如情侣身份的色情直播，不仅要有活塞运动，更要有主播之间的化学反应和性张力等感情流动。所以萨贝达，要不要试试跟我合作？我们扮演情侣双人直播的话，一定能吸引更多忠实粉丝。被那双绿眼睛那样炙热的凝望时，奈布眼前白了一瞬。下体传来的快感让他几乎已经站立不稳，而诺顿步步紧逼，死死盯着他，热切期盼他的回答。扮演情侣，而且合作的意思是他要和坎贝尔在直播中做爱。奈布头脑嗡嗡，就算在做色情直播，他也从没想过找男人上床，最初计划也只是直播几次当做权宜之计。而这时候跳蛋还夹在他血里抽动，诺顿视线急切粘附在他身上，从发丝到脚尖，一寸寸细细密密碾过他全身。奈布甚至错觉自己正被那目光舔舐吞吃一般，震动越加猛烈，他弯下腰痉挛，几乎就要这么当着室友的面直接高潮。等等，奈布止不住喘息，身体震颤，极力压下那股在对方注视下羞耻绝顶的冲动。手臂突然被诺顿伸手握住，奈布下意识一抖，心底涌起一阵警惧。这家伙刚才在看他直播的话，是不是猜得到他现在的尴尬状态？如果对方想做点什么？奈布捏紧了拳头，但诺顿并没有冒犯的动作，只是安静搀扶着给他借力，耐心等待他的回复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终于调整好呼吸。奈布推开诺顿的手，后退一步，眼前发昏，声音打着颤说：“我考虑一下，没问题。你考虑多久都行。”诺顿嘴唇弯起，露出一个笑容，忧虑的眼岸沉沉压向奈布。不过既然我们已经开诚布公，我直接在公寓里直播应该也没影响吧？怎么可能没影响？摄像头聚焦私密处，奈布双腿发抖，小心翼翼把那颗已被他体温捂到温热的跳蛋抽出。他下体那条羞涩细缝已在异物入侵下裂开了一小道口，像雨后被揉皱的红花，红艳艳湿淋淋的颤。塑料玩具表面完全如湿了，沾着全是他的饮水，取出时甚至拉长几条黏腻透明的银丝。这色情画面让弹幕不断闪烁。主播怎么暂停这么久？谁好多好骚？小婊子是不是自己偷偷玩高了好几次了？想看小奈喷水，提出合作建议后，诺顿径直回了房间。奈布的直播间暂停着，而且血里跳蛋还没取出，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回房继续直播。抱歉，刚才有点突发事情。跳蛋蹭到敏感阴地，尖锐快感泛起，想到糟糕的隔音，奈布压着声音只是低喘。隔壁房间诺顿不知道播的什么，一直大声讲荤话，不停传来雨声。骚逼在掰开点，
他用命令式语气说。收音隔得远，直播间里听不清，顶多是些杂音。可落在奈布耳朵里却一清二楚，宛如对方正贴着他耳廓低语。偏偏这时有老板打赏，让奈布掰开逼看看。奈布正用双手扒开微微红肿的阴唇，被跳蛋侵犯过的艳红逼肉，对着屏幕一阵阵抖动抽搐，简直像在回应诺顿的命令一样。小逼抖得那么厉害，还流了那么多水，是不是等不及想被我的大鸡巴插了？隔壁又在调笑，到底是什么内容让他说出这种赤裸裸的荤话？难道是和观众直播连麦？奈布想起 PK 10余人斤那根狰狞凶器，鹅蛋大的顶端抵着飞机杯猛烈拍打10满屏，都在喊老公操我。弹幕评论这玩意儿绝对能把最身经百战的婊子也操到欲仙欲死，有人愿意花大价钱跟他连麦并不奇怪。迷迷糊糊猜想之中，奈布这边的金主也跟着提出了新要求，一边玩自己的逼，一边说逼好痒，好喜欢被大鸡巴插。以往打赏从没这么明确，大多是让僵硬放不开的主播露出更多私密部位。因为奈布喊不出那些羞耻的话，即使勉强讲出也是干巴巴的，观众们没有看到想要的效果，那之后也就更多只关注索取他的肉体了。如果平时照着念就是，但现在要让直播间能听清楚，隔壁诺顿必然也能听见。这种情形奈布实在说不出口，搞得像在回应对方的荤话一样。他本想拒绝，但看了一眼打赏金额，发现老板给的实在太多了。逼好痒。奈布放空思绪，像个初次卖身茫茫然什么都不知道的厨技麻木，跟着置顶 SC 念。逼穴被继续卸完，手指探入抠挖湿热肉壁，指腹摩挲着失去玩具抚慰后空虚痉挛的肉穴口。刚才在诺顿面前，他就已经濒临高潮一次，强行忍耐后，阴茎仍然直挺挺的一跳一跳。这时听着隔壁的下流言语自摸，穴肉再度受到刺激，蹭在阴蒂上的跳蛋又要把它带上快感顶端，顿时坚持不住，前端肉棒抽搐着土精，逼穴夹紧手指喷出了一大股绝顶的银液。宝贝，你谁好多？那头诺顿带着低喘感慨，砰砰撞击夹杂水湿的声音，大概在操杯自慰。低沉声音在耳道舔舐，宛如毒液渗入脑髓。奈布又想起愚人金下体抵着飞机杯狂操的画面，联想诺顿的提议，他不由得把那只被捅到合不拢口的飞机杯替换成张开双腿的自己。如果同意合作，真被对方那根火热粗大硬挺的男性肉棒全部插进血里，硬烫巨物砰砰冲撞柔软体腔，操到他连腿根都跟着一起颤抖。好喜欢。哈，被大鸡巴插。哇，嘴里应和般吐出羞耻台词，奈布脚趾蜷缩，大腿内侧绷得更紧。震动感从肉壁传导至脊椎，阵阵发麻的快感几乎融化脑髓。又一波高潮降临，阴道抽搐张开，却因为太空虚而收缩。奈布侧脸紧紧咬住枕头，臀部发力高高挺起，伴随淅淅沥沥的声音，从他哆嗦的双腿里失禁般喷出一大股清澈无色液体，沿着骨缝滴滴答答染湿了一大片床单。卧槽，吹了，谁好多好色，靠自慰都能潮吹，小奈简直名气，小逼还开着，骚货还想被干啊！奈布从枕头上缓缓抬起脸，茫然面容上满是生理性泪水。刚才那股从未经历过的快感浪潮实在太过冲击，一瞬间差点击溃他的理智。他不敢置信自己下身这口窄小的花穴为什么能迸发如此浓烈的情欲，单是想象和室友做爱竟然就让他失控高潮，而且腰腹仍然阵阵酸麻，半张开的阴道口不停抽搐。奈布察觉潮水还没有结束。舒服吗？全都吃进去，我会让你更舒服的。隔着薄薄木板，那道犹如恶魔邀约的阴哑嗓音又在他耳边轻轻蛊惑，夹杂男人射精时愉悦的喘息。无法遏制的脸想让奈布再度绷紧腰臀，身体仿佛正被一双无形的手掌抚慰玩弄。他低喘着，阴茎和阴蒂同时跳动抽搐，尚未吐干净体液的小逼又开始淫浪喷水。
结束直播后，奈布瘫在湿漉漉的床单上，等到终于找回呼吸，他艰难之起身，打开直播后台，猩红增长的数据灼烧视网膜，即便扣去平台抽成，今晚收益仍远超他往日执行任务的报酬。奈布向来克制直播频率，生怕这具畸形躯体在欲望里沉溺成瘾。然而今夜狂欢猝不及防，暴涨的关注与打赏如潮水一般冲破他的堤坝。坎贝尔提议的声音似乎又在耳边响起来，奈布将脸埋入掌心。深夜出租屋万籁俱寂，老冰箱在墙角嗡鸣，屋外霓虹渗进窗缝，缓慢啃食着地板上一道褪色的分界胶带。要踏过去吗？奈布透过指缝凝视那条残痕，前方会是铺满金币的迷途，还是伪装成洁净的断崖？或者说，他真的可以信任诺顿·坎贝尔吗？手机突然震动，奈布梦醒般回神，迅速取出查看。是他3天前询问任务中介人的消息，对方终于回复，但非常简短。萨贝达，近期是否有新任务？中介人，没有。2个简单的字眼抹平了最后一丝动摇。奈布关掉手机，走出房间，越过狭窄走廊，他敲响隔壁诺顿的房门。几秒钟后，沉重踱步声响起，木门吱嘎打开。诺顿靠在门框后，昏暗灯光下，精壮健美的躯体大刺刺袒露，胸肌残留着情欲蒸腾的水光，烙印疤痕的脸上眼眸微眯。对上奈布视线，他挑了挑眉，沙哑嗓音裹着艳足：“考虑好了，合作。”奈布斩钉截铁说：“告诉我细节。”